娘子，这些酒拢共能当170贯，这是17张交子，您收好。我单取2贯钱。啊，好。怎么还留了一坛？这坛酒送你了，全当是陪我同游的答谢。谢了。这又是？总不能叫你白白出力气吧？你刚归京不久，生计不易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你人还怪好的。你就不要打趣我了，还要劳烦你把这车还回去。那你呢？我就先回去了。天不早了，坐车回吧。不了。花府查封多日，你现在没了住处，身上又是钱又是伤，怎么回去啊？你怎么知道？花相公获罪，举臣皆知。初见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。上车。这儿没有人烟，道路颠簸。你要是坐不住的话，就算有人看见，我也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再坐一会儿，恐怕要栽下车去。这里也没有树可以靠，只好借一下你的肩膀。对不住了。这些是你陪嫁的酒吧，都给当了，以后你怎么嫁人？送了你那么一大坛，都堵不住你的嘴啊。那你怎么就这么放心，让我来帮你挖这个酒？不放心也没有办法，家中尽是妇孺，没有一个能出力气的。别说是搬酒坛了，纵然是挖，也挖不了几寸。便是有，我也不敢让他们知晓。知晓会如何？一来家中人多口杂，立刻会走漏风声；二来这些钱到了他们手里，不知道会使到哪儿去。无功倒还好，要是再闯下祸，我可遭不起第2次罪。多奇怪啊！家里这么多人，竟不如你这个生人来的可靠。你就不怕我谋财害命？这些酒可是不少钱。便是不找你帮忙，我也会去雇几个力妇，还不见得有你可靠。方才我从衙门出来，满身血腥晦气，也只有你停步问我。我还是头一次知道，自己原来是个大好人，就是蠢了一点，被人骗来做了苦力。其实，可以先不急着做决定，给自己还有亲眷们一点时间。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隔阂反而越深，就像隔了层纸，非等纸破了，才能看到彼此的真心。为何忽然这么说？我生平最后悔的事情，便是年少时疏远了至亲的人。那是谁啊？我母亲。这是我们第2次见面了，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。我姓燕，单名一个西字。燕西。今天谢谢你，我睡一会儿。这到处都没人影儿，你说纸丫头会不会被拍花子的拍了去？哎呀，别乌鸦嘴了，青天白日的，哪就能丢个大活人啊？要不明日去城里人牙子那儿问问消息？我现在就去。哎呀，别，大夫人，大夫人，你去哪儿啊？都这么晚了，这会儿倒有力气了，当初就不应该费劲缝进去。三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当初我们也没坏心啊。哼，早先老夫人叫交钱，我是喊得嗓子都哑了，也没喊出你们兜里那仨瓜俩枣啊。现在可好了，都便宜衙役了。当初要是交出去，也不过是便宜了茬子，我看也没什么分别。哎呀，你有能耐，你倒来管家呀，成天绕着孩子打什么转？三嫂啊，都是我不好，
姑娘回来了。芷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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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苍天，你总算是平安回来了。我被衙门打了10几仗，算不得10分平安。啊！他们为什么罚我，母亲能不知道吗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是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吗？不是，如果当时我同你说，你定然是不会同意的。他向来是个没主意的人，儿婶，这都是你的想法吧？大姑娘，又何必这么说呢？若你嫁了人，也会心疼爷们儿的。只是你们全然不知什么叫做流放，什么叫做北定。出了城，过了关，一到昆山尽是土匪，几个大钱就能要1条人命。你们都以为那是保命钱，那是夺命钱。不是已经搜出来了吗？那幸好是被搜出来了，我踢着挨了一顿打。那要是父亲二叔落回了献王手里，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把银子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拿钱了。横竖都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就不该把钱都给你。纸丫头，你要论道理，去找衙门论，别跟家里人论。三嫂就是话赶话的，这个家就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。我早就知道，我累了。哎，你这丫头伤成这样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赶紧躺下来养伤啊！你。涛儿，你回来了，老远就闻见酒香了。嘿嘿，眼睛贼得很嘛，这么小的碎银缝在袄子里都能找到。那可不，咱从小就生了一副好眼睛。嘿嘿，眼睛这么好，不用可惜了，送你个好差事。哎呦，那谢头。从明天起，不用在司里卯着了，给我换班盯着花家。花家，盯紧一点。若是再出现今天这样的祸事，提着脑袋来见我。是。还有，去一趟永昌当铺，今日收档的17坛酒，只许赎到，不许变卖。是。四婶，你愿不愿意同我一块儿走，单独过火去？咱们还得带上包下塔嘛，免得被三夫人发卖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啊？从前我总是下不定决心，要顾着花家的门楣，顾着祖父母亲，乖乖地长在笼子里。如今什么都没了，但只要我还是花家的孙女、女儿，他们就当我是不顶事不吭声的小丫头，连薄邻薄里的话都比我要谨些。不破不立，我不能再关注自己了。原来我们侄儿是觉得委屈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四婶，这人本来就是要自个儿长大，自个儿寻路，自个儿生老病死的。这旁人能同路的就同路，不能同路的就散了，何必非要拉拉扯扯的呢？你从来都比我想得多，想得明白，你说的都对。可方才三夫人有一句话，家里不是论理的地方。你才刚回来，不知道这一日家里都闹成什么样了。老夫人因着你的事儿，豁出脸去叫苏嬷嬷进城去托人。老夫人说，已经到这田地了，除了人再不剩什么。说是一屋子长辈，连个小孩子都保不住，就白活了。不能为了爷儿们把你一个小丫头给搭进去。你看看这会儿，你是不是就比爷儿们紧要多了？我再同你讲，苏嬷嬷带去疏通的钱，都是三嫂掏的，旁人也真是一文都没有了。
三嫂卖了玉珠，又心疼又痛自己怄气，夜里还偷偷掉眼泪，剩下一点钱都想拿来救你。他拿了多少钱，我都可以还给他。你个死心眼儿，这哪里是钱的事儿呀？我再同你讲，一早报夏回来报了信儿，大夫人你是知道的，两脚没沾过泥，出了门连南北都分不清，更没同生人说过话。我都没想到他真能摸到衙门去，吓得哆哆嗦嗦问你的去向，又一路哭着回来，脚都走肿了，说你从衙门出来就没了踪影。周叔站都站不起来，拄着棍子就要去寻你，大家伙都急坏了，上上下下都进城去寻你，家里只留下我照顾老夫人。他们都去了，那不然呢？你是自家人，难道丢下你不管？三嫂把丫鬟们都带走了，二嫂数年如一日，天不亮就压着脖里去读书。今日啊，连这功课都舍下了，晕头晕脑跟着去寻你。秦姨娘最好笑了，要去庙里问卜，病急乱投医，拜了个送子娘娘庙，被三嫂啊一顿数落。没有人告诉我这些。他们都是长辈，为小辈奔忙是应当的。若拿到你面前邀功，那多没脸面呀！三嫂那样的人，这辈子哪儿低过头呀？所以啊，我只想叫你知道，你想的都没错。可一家人过日子，有时真没什么道理可言。他们都是内宅女眷，是没什么本事，但独个儿遇到事儿了，回过头来至少有人在家等着你，替你着过急。我知道了，四婶，你容我再想想。这哪来这么多被子？给你你就躺下，问这么多干嘛？我不要，拿走吧。别乱动。小小年纪就这么不听话，板子打在身上血淋淋的，就敢往稻草上睡，寒气入了肺腑，就别想好了。芷儿，就听你三婶的吧，这些日子行住坐卧你要注意些。我跟你二婶睡一起，挤一挤还暖。那柏林呢？李哥可以同柏林一同睡，都这么大了，也该分床了。对，我俩挤着，一点都不冷。直姐姐，你快趴下吧，你这伤我看着都疼，后天后些怎么睡得着？我跟姨娘一块睡，不冷的。是啊，这姑娘安心睡就是了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件事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件事。快躺下吧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轻点。疼不疼呀？你方才发火倒是挺威风的，现在知道疼了？你别动，我帮你把血衣裳脱下来，裹一裹伤口。伤痕已经裹过了。怎么样了？换了药，已经睡下了。你也快睡吧。你说我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竟然答应让他一个人去送行。年轻人身板壮，不会有事的。
您别太担心了。对了，府上带那养荣丸还有吗？有，只是不多了，只够您再吃个3、5日。我不吃了，给职工那送去。那他年轻，不能落下病根儿。是。侄儿心思重，这一趟恐怕伤的不仅仅是身子。侄儿，怪娘不好。大嫂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住纸丫头。他二嫂都过去了，这白日里啊，我是碍于面子，一句软话也不肯说。纸丫头委屈也是应该的，别难过。你自问问，哪里像个做姑娘的，哪里像个官宦闺秀？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实在追不上，便罢了。经商终究是下流行当，若把它当成长久之计，恐怕是自甘下贱。侄子，这哪来这么多被子？给你你就躺下，问这么多干嘛？给你们家薄礼吃吧，省得被压着背书，可怜劲儿的。你莫要胡说了，你一未出阁的女子，怎能同那些商贾们讨价还价呢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把银子给我了，我再也不拿钱了，横竖都是我错了。你就睡下吧，等你伤好了，把被子洗干净还回来便是。他们都是内宅女眷，是没什么本事，但独个遇到事儿了，回过头来，至少有人在家里等着你，替你着过急。有时候越是亲近的人，隔阂反而越深，就像隔了层纸，非等纸破了，才能看到彼此的真心。只要找到正确的那颗心，最终就能抵达去处。祖母，
纸丫头，今日可好些？好些了，有件事情想和祖母商量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你是想甩开你娘和三婶儿，独自去做事儿？我想掌家管事。为何呢？我知道一条路或许能走得通，这条路能救我们，也能救祖父他们。你说说。大清刑律29卷第65条，除10恶以外，视杖徒留死，皆可准许救赎。依刑之轻重，救赎以同。需多少银钱啊？徒1年20万钱，留2000里30万钱，滞留3000里50万钱，绞与斩120万钱。43人，每人50万钱。2150万钱。2000多万钱？纸丫头，我知道你懂得多，也是一番孝心，可这个数，我就直说吧，就是痴人说梦。莫说如今这个田地，便是从前府里卖房卖地，算上老太爷、老爷几兄弟的俸禄，也绝计攒不出这些钱来呀。是啊，那纸姑娘年纪小，哪懂得您掌家的难受啊？哎呀，我的大姑娘，现在皇都寻常人家，那夫妻俩日夜做工，每月只赚了1-2千钱，吃饭穿衣那剩不了几个子儿。1-2千也是难得了，我娘家每月才500钱过活呢。是啊，这现在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吃饭，还有邻哥儿里哥儿要养，怎么才能从牙缝里省下这2000万钱啊？老夫人，芷儿呢，她也是好心，您莫要怪她。芷儿，年纪还小，让芷儿说。眼下叫我掏出这笔钱，或者给出一个一步登天的招数，我的确没有。别说你呀，就算财神娘娘下凡，也变不出这么多钱来呀。但方向还是有的，只要认定了，就一定会有办法。什么法子？纸丫头，这事儿可不比你赶车送行全凭胆大。莫说千呢万呢的，就说这个月的脚屎，你也变不出来啊。今儿早上煮粥，可是一点米都没有了。鲍夏，你带着银珠缠露拉上车去趟城里，把这个月的吃用都买下来，剩下的按照旧例2成分发给下人们当月钱。姑娘，我这就去掏车，立时就出发。去吧。哪来这么大张饺子呀？这10两银子呢，怎么嘴皮子一碰就给下人们分了呢？赶紧叫他们回来呀！不止他们，祖母、婶子、弟妹们都有月钱，这月花了，下月还有。以后我们就有零用钱了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做不来的，赶紧给你三婶赔个礼，还请她掌家，快呀！祖母，我掌家1日，便保上下1日月例花销，为期3月。若我做得不好，约双手将账本还给三夫人。放晴了，昨儿还压着一片云头呢，许是昨夜叫风给吹散了。芷儿，过来。祖母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
其他的事情，我眼下确实不知。我不是要问你，寄允了你当家，成败对错就由你承担。不过有一件事儿，需要你做个决断。是同沈家的亲事。我孙女儿。祖母，请替我写一张帖子，与沈家退亲，从此以后花家自谋生路，不依靠别家。我也明明白白长我的家，走我的路。这帖子我不写，我要亲自带你去沈家退亲。这丫头，走。祖母，我驾车不熟练，你可会觉得颠簸？挺好，想着晚上多给我加碗米饭啊。以前出门坐马车呀，都是有棚带盖的，窗户小憋闷得很。今日这一趟，一目千里，心里也开阔。花老夫人求见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呀，逼都逼不及，你还叫他们进来？你懂什么？花家那一老一小，谁不认得？若是在门口待久了，肯定会坏事。夫人，我不方便出面，一会儿不管他们来做什么，打发走他们便是。我吵什么？母亲，母亲，他们是吃人的老虎不成？老妇弱女，也把你们怕成这个样子，你要躲便躲。我来招待花老夫人。夫人，老姐姐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这便是你家大姑娘吧？正是。夫人万福。老姐姐，大郎还未放衙，只能由我婆媳2个招待亲家，怠慢了。沈大郎步步高升，官家倚重，自然无暇招待闲客。这样也好，没了男人，咱们娘儿几个正好说说体己话。三夫人。夜里总听见老祖宗您咳嗽，苏嬷嬷耳背，我这几天就在这儿睡，好伺候您老人家。老夫人，您看见外头院里了吗？哎呦，纸丫头弄的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前几天啊，秦姨娘踩着个果子，差点摔了个屁股墩儿呢。秦姨娘那人啊，一向是慌慌张张的。我呢，不是要告纸丫头的状啊，只是这都忙活了几天，全家上下团团转的，可是只见钱出去，没见钱进来。再叫她指使下去，恐怕都要打水漂呢。我啊，知道她要打什么算盘。我以前也是经商的，最知道这个买卖不好做。虽然是新鲜吃食，可是在皇都里，上到皇亲国戚，下到平民百姓，也是见过吃过的，哪能被这个小玩意儿唬住呢？咱们呢，一没有招牌，二呢没有正店，三没有老客口碑，这怎么卖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已经睡下了。还改不改了？姑娘，这方子准能成。不过我们要怎么带到城里卖呢？这放上一会儿便粘住了。从前跟着祖父出行，路过九夷之南，见人断发纹身，围坐饮食，他们也没有筷子啊，就用这竹签穿起，在火上烤熟，很是方便。那咱们庄子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这竹子。这个办法好。这个好看，
像大珊瑚串似的。福豆，你给它起个名字。我来起。这是你做的吃食，自然是你起。四夫人说像珊瑚串，但我也没见过。我小时候总爱玩蛋子，就是这样红红圆圆的。不如就叫它蜜蛋儿吧。好，那明天先做个30-50串，拿到城里去叫卖试试。我们去卖啊？姑娘，这沿街叫卖挺丢人的，你还是口月去。那银川、福东，你们去。姑娘，您吩咐我的事儿，再脏再累，我绝没一个不字。可这沿街叫卖，实在是……原来你们都觉得为难啊。花灯啊，扎我是能扎，但是如果要是卖的话，咱可赶不上人家冯记灯笼铺，还有那廖记灯笼铺。咱用不着跟他们比，我们不卖。啊，那行那行。钟叔，你请按照这些图纸做就行。这是花灯，但是这不是年不是节的，你做这个干嘛呀？姑娘，这东西真有人买吗？那还用说，我已经开始盘算这一串能卖几文钱了。福东做这一锅可不容易呢。三夫人。哎呀，大姑娘，论理呢，大伙儿一团高兴，我是不该来扫兴的。只是我还是得说句不该说的话。这猴渣子呀，滋味应该还不赖。可是咱们这里呀，成日间连个鬼都不来。纵然能做出花来，能卖给谁去？大姑娘是有铺子开门迎客呢，还是有门路寄卖呀？还是三夫人想的周到。那依三夫人看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能有什么法子呀？总不能像你之前卖桃符似的，当街支摊儿啊！哎，三夫人的想法竟然跟我心里想的是一样的。这死丫头，怎么自打掌家说话声气都变了？这铺子啊，门路我是都没有，所以这几日我每日都进城，用眼睛去看。去看过街人数、个人花销，那数出什么来了？明天是咱们开张的第一天，咱们要赶在放学时候堵在学堂门口。咱们花家带醉，不宜太过招摇，所以呢，咱们就以这个花朵为招子，2两作伴，谁愿意去啊？啊？大姑娘可真是会说笑啊！以咱们家的门第，莫说灵儿他们了，便是一个小丫鬟，哪一个是不要脸的？沿街叫卖，名声还要不要？以后还嫁不嫁人呢？这三夫人啊，又说到我心底去了。迎春报下。咱们把灯笼戴在头上，遮蔽面目，算不得十分招摇。卖红果的是礼花猫、八耳狗，谁知道是咱家女眷？哎，你别撞我呀！我没一会儿。你说咱们这方法能行吗？走啊，快点儿！我也不知道呀。哎，来了，我快去！你去，你快去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，你让我呀，小猫！小丽雨。
好吃的，你尝尝。给我吃一个。尝尝。好好吃！哎，不白吃啊，一会儿是要给钱的。哎，待会儿管家来给钱，你们。福东和鲍夏出去3个时辰，共带回来117文，45入，进账的1/10归你们2个，算作工钱。谢谢姑娘。给。拿着，愿者有份，多劳多得，想必大家也都服气。要不是你扯着我袖子，原本我又没扯你，我又不知道。横竖日子都长着呢，钟叔做的花灯也还都多着。哦，对了，钟叔的手都被划破了，我该给他也送礼物去。走，去看看。今天倒是热闹啊！哎，这嚷嚷什么呢？哦，我脑袋戴的什么呀？事关稀奇，好像是卖果子的。走看看去。你看那个。3走。清楚。蜜袋儿，酸酸甜甜的蜜袋儿的。哎，我抢！你站住！抢，我的钱！哟，这谁的钱啊？我。那个，你钱不要了？这人看上去也没那么穷凶极恶。要，谢谢。我呢，他挡我道了，我不是帮你，你别误会。不是帮你，你别误会啊。这泡红果泡得我手都发白了，您瞧瞧。来，你也擦擦吧。好。大嫂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也帮不了什么，就去帮钟叔裁了裁灯笼纸，涂了涂浆糊，灯笼不够用了。哎，外头满地的红果还不够啊，还要搬进屋子里。哎呦，大嫂、二嫂，你们凑什么热闹啊？哎呀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要不然李哥的纸笔钱打哪儿来啊？一个个的，都掉进钱眼里了。秦姨娘呢？死哪儿去了？她呀，一大早就钻进灶房里了，是吧，大嫂？姑娘啊，咱这辛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难道要摆一辈子摊儿啊？先忍一忍吧，要到下一步，至少还要摆上3个月。我们要让皇都百姓都记住咱们花季这句话。3个月啊！姑娘，你让我听了这事儿，别说他3个月了，我再干他3年。走。谁呀，那么讨厌？是姬修斯，我知道他是谁。走。啊！
这玩意儿太碍事儿了。不嫌丢人了，姑娘，我想好了，这挣钱有什么丢人的？打今天开始，我就不带这玩意儿了。走。